今天發一下肘子教程啊，肘子先去毛焯水，然後這個香料啊，蔥薑八角、桂皮香葉、花椒乾辣椒，社會人可以再加點白胡椒和小茴香。這碗裡的是料酒、醬油、紅燒汁兒，還有調味的糖鹽雞精13香。這鹽一定要給夠啊，要不肘子燉不進去味兒。不上氣兒的高壓鍋，水倒到這兒就行，要不廢料。煮湯功能1小時，到點給它翻面，再來1小時。然後你看這個時間啊，我又泡了3個小時。你要着急，就燉之前2側嘎很深的口，就很进滋味了。凡以現在的科技手段，想无痛當奶应該有點難，但可以買個肘子體驗一下奶的快樂。再說說涮鍋底啊，倒點油煸一下五花肉，料酒、醬油、蚝油少來點炒一炒，多倒热水，還有提前泡好的小乾螃蟹、乾蝦仁，開蓋小火1個来小時，然後依次下入攥干的酸菜、羊肉片和大蝦，然後放一袋這個麻醬，超市2塊5一袋，嘗着鹹淡，這菜也完事兒了。我跟你說，就這俩菜，你們同學來吃完最少給你磕仨，他要不磕你告訴我這俩兄弟不忙，這活他俩能接。问我家今天来人多，还整几个硬菜。这广式牛腩煲前天教过了啊，买牛腩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啊，嘎嘎香。鸡蛋拌饭料汁也打出来了啊，自己可以試一下子。完，我們趁年底還薅了一下拼多多羊毛，最近是生蠔百日團，20來塊錢整好1斤。哎呦我天，都這麼肥！我們今天可吃嗨了，先來10來個高壓鍋生蠔，完這一盤涼拌生蠔裡邊也得20多個，還有這一鍋蒜蓉生蠔，我看也得有個10幾20個。鏈接我放評論區了，你們也趕緊薅吧。反正說心裡話，我們也屬於是下手有點重，快他媽給羊薅禿了，屬於是。來吧，香香的蛋飯、磨湯、磨茄、老肘、牛竹、鍋底兒。涼蠔、蒜蠔、鴨蠔，咱們看看我們的好朋友劉某啊，打進屋就挑準一個好位置，他可饞這玩意兒了，吃的跟他媽自助似的。後來給他換了個座都攔不住他吃啊，完擠着他2句，穿衣服摔門走了。我說這麼些年哥們兒，你這是幹啥？也不是頭一次挨說，怎麼還撂臉了呢？完他隔了10來分鐘回來了，說生蠔有點吃膩住了，買點大米飯吃點主食。我真的，自從他來我家吃飯之後，我現在看我弟可他媽順眼了。以前就是跟他有那大病似的，給你有東西留我電話幹啥呀？這好像是有那個大病，還買個粉的，給我扔了吧。哥，不要給我唄，我喜歡。再來點鹽，給他馬殺雞，殺雞。我跟你說，他心裡還是有我，他知道我腰不好，他心疼我，他明白沉的東西讓狗提起糗，這就說明他還惦記我。但他現在就是回來找我，我倆也不可能了，因為我跟他爸已經處成哥們了。我回去怎麼面對這段關係？粉絲給寄了點蜂蜜，你這會兒刷點蜂蜜水，馬上從蒜香變嘎香。哥，這為啥2層玻璃啊？防彈的啊？這密封性好，防彈，你睡裡邊也防彈。他就跟那個大傻似的，找着2包田連關廠家要的樣品，又是靠別人投餵的一天。那你說咋整？干團沒人靠自己也吃不上飯呢。風蒜雞、飯肉翼、氛圍燈，用膳吧爹。哎，你說人家給我買這麼大個東西，我是不是應該給人打個電話？應該這樣，你要給我開面，我給他打一個。你打幹啥呀？我相中一粉色冰箱，我問問他能不能給我置辦上。我去你媽！鍋，你能不能趕緊要2胎？今天在家跟我弟打冰箱，雙11買不少好吃的，得到的地方呀。再一個，到了黃金11月了，各家都開始殺豬了。我等天黑回村掏倆好肘子給我奶凍上。我發現我現在跟我媽越來越像了，哎，看啥都想買，買回來往冰箱裡一放，根本都不做。就這丫頭，我記賊清楚，我先給她放到冰箱門口的位置，我吃的時候方便拿。好家伙，這一道方便他媽180天。完了還翻出點脊骨，因為排骨整根買便宜，上面的京排都給我奶做了，這點骨頭讓我煲湯了。這塊牛排骨也是當時便宜時候囤的，6斤多，好像一共才180塊錢。我跟我弟說趕緊找救兵吧，指咱倆打死冰箱把他吃的，他媽吃完過年屁了。完翻出點牛雜，按前老丈人的做法做成廣式牛雜煲了。我發現現在這前賬的出鏡率他媽比我弟都高了。對，說我弟我就來氣，我這烙餅呢，他在那躺的可美了。後來我決定吃羊肉泡馍了，我說來你掰一下子吧。來吧，吃香香的魚鰻、羊泡、火鳥、雜寶、烤牛、油麵、乾鴨、骨湯、清肉，反正沒啥正經玩意兒，都冰箱剩的。我估計都趕不上大學食堂的伙食。完這不雙11了嗎？我弟尋換個電話，我們好頓在慢慢買 APP 上查呀。我跟你說，這個 APP 有東西，能列出全平台的價格，一目了然，還能看180天、60天、30天的歷史價格。完了還有降價提醒的功能。我感覺他跟你對象一樣，就你買啥東西買貴了，他就生氣。完吃着飯，我爺來電話說物業不給清雪，出不去門了。我說來吧，朋友們，吃完飯消化消化一起。我跟你說，你別尋我帶菜刀是鬧着玩呢。到最後，全樓的老頭老太太能有一個腳上樓的地方，都靠我的一手刀工。但是嘛，有2個多小時，有點消化大勁了。我們12點多又找地方吃盒飯去了。
我前2天看紀錄片，看着一個給老佛爺吃的菜，相傳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，吃不了肉，完還乾着急。他吃不着肉，御廚也着急呀，就琢磨把肉給他塞到6豆芽裡，於是就有了這一道銀牙釀肉。但因為製作難度很大，所以選角也很嚴格。我們按照流傳的標準，用4個多小時，在將近1萬根豆芽裡才勉強選出572根，然後要想招把這些豆芽掏空了，再往裡塞肉。就這會兒，我一度懷疑過，這真是一道宮廷菜嗎？這不純變態嗎？後來掏這500多根豆芽，算徹底給我們掏哭了，就跟張飛繡花似的，有勁兒根本使不出來，而且沒有任何好辦法，就只能用縫衣服的針一點一點頂出來。最崩潰的是，眼看就要頂穿了，結果在最後1/3的時候給頂漏了。問題這還是個大概率事件，我中間還試過針灸針，但是沒等給豆芽扎穿呢，先給手指頭扎穿了。這活幹得太暴躁了，這也就家裡是個露台，這要是個天台，明天早上吃晚飯都得少俩。我們幹了7個小時，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，然後就要往裡塞肉了。但沒寻思幹那麼慢呢，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。好在搬家之後新換了個美的味精501冰箱，它有一個味精1周鮮抽屜，肉放在裡邊冷藏保鮮1周，還和鮮肉一樣，拿出來不用解凍，直接就可以烹飪，就像給肉头等艙一樣的保鮮體驗。有了它以後再也不用吃凍肉了。然后我們人脈有限，實在是沒有當過公公的朋友，就準備了3種肉，尋總有一種能跟老佛爺對上。但是這一步比上一步還變態，往裡塞火腿，差點沒給我眼珠塞瞎了。肉泥可以用針線或者注射器，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風險。到最後那1萬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，做了20個小時，痔瘡都快犯了，結果就整出3個1來，1天1宿就幹出1口，我吐了我。至於口味吧，我只能說它不愧是一道宮廷菜，我等凡人根本嘗不出其中的美味。簡單來說就是沒幾味，就感覺幹了20多個小時，完全幹了個寂寞。這一宿幹的可太窩囊了，全程連大氣兒都不敢喘，好像沒給我們憋死。看來文熬確實不太適合我們，以後還得是武熬。我有幾個哥們兒每年大年初2都上我家來打麻將，但今年嘛就想幹點熱鬧有年味的事兒。我們今天買了100斤豬肉，在家灌乾腸。賣肉的大姐這頓問呢，你們不是我前男友派来的吧？切肉的所有家事都在這了，一共6個人，4道崗，組了一個臨時的車間流水線。我們剛開始切的時候還有說有笑呢，半小時之後就都不吱聲了，而且還不敢抬頭，因為這會兒胳膊已經酸了，一抬頭就能看着那一大盆肉沒怎麼動，就看那一眼呢，体格差的都他媽容易過去。中午车间吃的茄子滷面条，還有幾根之前灌的乾腸。吃完飯又有點精神，我們最後衝刺了一下，肉一共切了3個多小時，然後就開始抓料了。這個是最爽的，也沒什麼比例，我們就是使劲往裡倒。反正我哥這種老手子，到最後鹹淡都能聞出來。等灌乾腸的時候，他們幾個互相看不上，就拆分成2個車間了。1車間是手動車間，我比較看好他們，因為這幾人本分。2車間是半自動車間，這倆人就是典型的光說話不幹活。反正這注定是一場拉鋸戰，前期發育也不太重要。趁這功夫，咱就把福利發了。這大過年呢，給大家送點小禮物，不玩虛的，準備了1000元子的現金紅包，人人都有機會搶到。鏈接放評論區了，趕緊衝吧，寶子們！然後再回來看看戰況啊。1車間有條不紊，越來越默契，而且還發明了彈匣戰術。他們組的勝負全在這位工友的肚子上，他那要是個鐵肚子，出門甚至都可以領一個鐵飯碗。最後1車間贏的也沒什麼懸念，然後他們仨就開始站那看。他說：“我們不要獎品，我們只要讽刺。”最後我們量了一下，100斤肉加上那些料，一共灌出來120斤乾腸，然後找地方給掛上的。晾乾之後能剩多少斤，現在還不知道呢。晚上車間吃了一頓散伙飯，有干腸蒸飯、咖喱賣肉大姐送的豬脆骨、紅燒賣肉大姐送的五花肉。那大姐竟然挺高興，早上7點半她到市場，9點半我們就給她買下班了。然後就看她揣着溜骨的小包，摇人回家打麻将去了。